从小到大，我们听惯了早晚刷牙这条保健铁律，但你能想象吗？过了50岁，这个坚持了几十年的好习惯，尽可能让牙齿越刷越糟，甚至一颗颗掉落。俗话说，牙好，胃口就好，身体倍儿棒。然而，现实中，许多人还没到退休年纪，牙齿就先退休了。这听起来骇人，但并非危言耸听。许多中老年人的刷牙方式出了问题。为什么人到半百，明明刷得更勤、更认真，牙齿问题却接二连三冒出？牙缝越来越大，牙龈一碰就出血，早晨起床满嘴怪味，吃个苹果都怕把牙齿啃掉。难道我们一直奉行的早晚刷牙并不适合中老年人？过了50岁，真的得重新思考怎么刷牙这件小事吗？身为牙医，我在门诊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50、60岁、70、80岁的长辈们捧着一口所剩无几、勉强能咀嚼的牙，一脸无奈地坐上诊疗椅。他们当中很多人刷牙极其勤快，从年轻起就早晚各刷一次，牙刷牙膏精挑细选，有的还天天使用牙线和漱口水。可是，一张嘴检查，里面却像布满了地雷，牙龈严重萎缩，露出大片牙根，根面蛀牙随处可见，牙周囊袋深得能塞进一根牙签。好几颗牙齿松动得像风中残烛，他们不解地嘟囔：我明明刷得很认真，怎么还会变成这样？听得我这做牙医的也替他们心疼。其实问题就出在刷牙的方法和习惯没有与时俱进，用错了方式，没考虑年龄变化，刷得越卖力，牙反而坏得越快。人过50，新陈代谢变慢，牙齿和牙周组织早已不比年轻时结实。如果还沿用年轻时的刷牙习惯不改，有些牙病就是在你认真刷牙的过程中一步步被催出来的。那么，到底是哪里刷错了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深入探讨中老年刷牙的4大陷阱，看看过了50岁应该改变哪些刷牙方式，才能保住我们的牙齿。陷阱1：刷牙时间不对，牙齿越刷越脏。从小大家都记得，早上起床先刷牙，晚上睡前再刷一次。年轻时这么做似乎没问题，但上了年纪后，这个刷牙时间点反而埋下隐患。年轻人体健唾液多，口腔自净能力强，细菌不易作怪。可过了50岁，唾液分泌大幅减少，尤其夜里睡觉时，口腔就像无人打扫的公寓，细菌在里头疯狂滋生。早上一起床，你就立刻刷牙，其实只是刷掉了隔夜的细菌垃圾，而不是在进行预防性的清洁。换句话说，早起刷牙的目的是清除昨夜滋生的细菌，而不是保护你接下来吃东西时不被蛀牙。这一点很多人没弄明白。真正的问题出在刷牙顺序。许多人早上刷完牙就吃早餐，压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但这么一来，就等于让你刚刷得干干净净的牙齿，立刻又被早餐里的糖、淀粉和酸给重新覆盖，腐蚀了一遍。特别是很多长辈喜欢一大早喝碗热粥，配几样腌制咸菜或一个馒头，高碳水加酸性食物的组合，对牙釉质是双重打击。糖和淀粉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酸腐蚀牙齿，而腌制食物本身又偏酸，双管齐下，牙齿哪受得了？我就遇过这样一位患者，牙齿松动得很厉害，但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刷完牙再吃饭，深信自己做对了。直到有一次，我们替他做口腔检查，发现他嘴里的牙菌斑数量比同龄人高出1倍还多，牙龈萎缩也明显更严重。后来我们建议他调整习惯，改为吃完早餐后立刻刷牙。仅仅半年后再复查，他的牙周状况居然大有改善，牙龈没有继续萎缩，牙齿变稳固了，连口气都清新许多。这让他又惊又喜，没想到只是改变刷牙时间，就救回了自己的牙。所以说，人过50一定要改掉起床马上刷牙的旧习惯，刷牙的时间点最好改为早餐后和晚饭后各刷一次，别再机械地遵循什么早晚各刷一次的老黄历了。那套方法也许适用于年轻人口腔环境稳定的时候，但不适合如今牙齿状况大不如前的你。当然，有人会问，吃完东西不是口腔很酸吗？饭后立刻刷牙会不会磨损牙齿？确实，如果刚吃完大量酸性食物，例如橘子、柠檬、醋制物，口腔环境一时偏酸，牙釉质在酸性条件下会稍稍变软，
立刻刷牙可能加剧磨损。建议先用清水充分漱口，等10到20分钟再刷，让唾液中和一下酸性再动手。这期间你也可以嚼一片无糖口香糖，刺激唾液分泌，有助清洁和中和酸。然而重点是饭后这一刷千万不能省，对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每天刷牙2次还是必要的，但请记住要选在饭后，而不是起床和睡前这2个刻板时间点。只有紧跟进食之后，把食物残渣和细菌刷掉，才能真正保护牙齿不被侵蚀。小结一下，早饭后刷牙而非早饭前，这是50岁后刷牙的首要改变。可能刚开始你会不习惯早上不先刷牙就活动，但习惯成自然，几天就适应了。如果实在受不了一早起来口中有味，不妨先漱漱口或者喝杯白开水，再去吃早餐。等吃完再仔仔细细把牙齿刷干净，你会发现牙齿全天都更清爽。这个细节千万别小看，它能避免你白刷牙，让每次刷牙的效果最大化。陷阱2，用冷水刷牙反而刺激牙齿敏感。你也许没想到，就连刷牙时用的水温都有大学问。很多5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种经历，一刷牙就觉得牙齿发酸，明明牙齿还好好在嘴里，可一碰冷水或者一吃烫东西，酸得钻心。有些人以为是牙膏没选对，或者牙刷太硬，但其实元凶可能是刷牙时用的冷水。长期用冷水刷牙，特别是寒冬季节，用冰冷刺骨的水漱口刷牙，对牙齿可是一种严酷的刺激。冷水会激活牙齿表层那无数微小的牙本质小管，让神经无处躲藏。牙龈萎缩后裸露的牙根本来就很脆弱，再被冷水一击，好比在伤口上撒盐，疼得就像刀割一般。日复一日，牙齿在反复温度巨变中，还可能产生肉眼看不见的细微裂纹，久而久之累积，最终导致牙髓神经受损，引发长期的酸痛敏感。我有一位患者住在北方极寒地区，但无论冬天多冷，他刷牙从不用温水，坚持几十年都是直接开冷水刷，觉得这样才够提神。结果近年来他牙齿酸得厉害，稍硬的东西根本咬不动，每天只能把面包泡软的吃，苦不堪言。等他来求诊时，我们替他一检查，好几颗牙的牙根部位都出现了釉质裂纹，几乎可以肯定是天天冷水冻出来的。后来我赶紧让他改用温水刷牙，大约1个月后，他高兴地跟我们说，牙齿明显没那么酸软了。虽然之前造成的微损伤无法逆转，但症状缓解了很多，他终于又能放心地咀嚼食物。事实上，牙齿就像玻璃杯一样，怕热胀冷缩的冲击。滚烫的玻璃杯猛然浸入冷水会怎样？多半会啪的炸裂。同样道理，暖烘烘的牙齿突然遇到凉水，也容易出现隐微的裂缝和损伤。所以刷牙时水温宜接近体温，大约摄氏35度左右的温水最适合，不会刺激牙龈牙根，还能温和地溶解牙垢。此外，温水还有额外好处，可以更有效释放牙膏中的有效成分。例如含氟牙膏在温水中更容易释放氟离子，有利于强化牙齿，预防蛀牙。所以用温水刷牙其实刷得更干净。听起来也许违背直觉，毕竟很多人习惯了用凉水刷牙来让自己清醒，但年过半百，咱们的身体和牙齿早就没那么抗冻了，别再硬撑着拿冷水折磨自己的牙齿了，换成温水刷牙吧。这个改变可能比你换再多款牙膏都管用。我常对患者说，给你的牙齿一点温暖，他们会回报你舒适。许多照做的患者都明显减轻了敏感酸痛。另外顺带一提，有些牙医还建议在刷牙时用温盐水漱口，以增强保护牙龈的效果。你可以在一杯温开水里加1小撮食盐融化，刷牙前后用这杯淡盐水充分漱口。淡盐水有轻微的抑菌消炎作用，对红肿敏感的牙龈特别有益。当然，盐不要放太多，以免太刺激。这是一个小妙招，长辈们不妨试试看温水，加上一点点盐，漱口时会感到非常舒服，刷牙也更放心。陷阱3，刷牙越用力越久，真的越干净吗？很多人刷牙都有一个误区，总觉得不用力刷，不刷久一点就不算刷干净。有些朋友刷牙特别卖力，每次至少刷3-4分钟，非得刷到嘴巴发酸，刷到牙龈出点血花才觉得过瘾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刷牙彻底。有没有很眼熟？
也许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但是牙齿可不吃你这套。问题就在于，人上了年纪之后，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已经比年轻时薄得多了。如果还年年月月这样拼命刷，拿硬毛牙刷当钢丝刷，使来回狠命摩擦，结果不是刷掉牙垢，而是把自己牙齿最宝贵的保护层给磨掉了。我曾接诊过一位女士，她堪称刷牙狂热者，每天刷牙3部曲，一下班先刷牙，洗完澡再刷一次，临睡前还要再刷一遍。更夸张的是，她每次都使出全身力气刷，还特别爱用刷毛很硬的牙刷。她一直觉得自己非常讲究口腔卫生，直到有天咬苹果时，门牙咔嚓一声裂出一道缝，赶紧来就诊。一查才发现，她整颗牙的表面几乎被她自己刷平了。原本光滑的牙齿出现大片磨损，牙釉质层几乎被磨穿到牙本质。牙齿没有了牙釉质的保护，当然变得脆弱敏感，不但一碰冷热就酸痛，甚至嚼个东西都容易裂开。要知道，牙釉质一旦刷掉，是不会再生的。牙科医师之间有句调侃的行话，牙釉质每少掉1毫米，牙医都要心疼的掉2滴泪。虽是玩笑话，可一点也不夸张。过度用力刷牙的危害，每个牙医看了都揪心。有的人刷完牙看到牙刷上带点血，还沾沾自喜，以为刷出了污血，刷干净了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健康的牙龈是不会随便出血的。刷牙出血反而是在警告你，要么是刷太用力把牙龈刷伤了，要么是牙周已经有发炎问题了。尤其过了50岁之后，骨质密度下降，牙本质也变脆变薄。此时刷牙更得讲究技巧和温柔，刷牙过程中切忌用力过猛，刷太久。一般来说，每次刷2分钟左右就够了，而且动作要轻柔。正确的做法是将口腔分区清洁，一段一段慢慢刷，不要在同一区来回猛刷，更禁止用水平拉锯式地横刷。有些人习惯像锯木头那样左右横着刷牙，图省事使劲来回拉。其实这种暴力刷牙法对牙齿伤害极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牙齿靠近牙龈的部位，也就是牙颈部，其实是构造薄弱区，长期横向用力刷，很容易把牙颈部的珐琅质刷薄，甚至刷出缺口，形成所谓楔状缺损。那是一种牙齿根部 V 型的小坑，就像用小刀在树干上削出一道槽。临床研究数据显示，中老年人中楔状缺损的发生率高达 70% 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多数人到了中年，牙龈边上都刷出过这样的缺口，只是轻重不同而已。楔状缺损一开始会让牙齿对冷热特别敏感，严重时还可能引发牙髓炎或导致牙齿折断。实验证明，不正确的刷牙方式正是造成这种缺损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我们绝不能再用错误姿势卖力刷牙了。中老年刷牙要诀就是2个字：轻短。选择软毛牙刷，轻轻的刷，刷牙时间不宜太长，大约2分钟就好。很多人担心2分钟刷不干净，其实只要方法对，2分钟足够把该清洁的部位刷遍。与其超时刷，用力刷伤牙，不如讲究刷牙的质量，而非一味延长时间。如果你总是忍不住用力刷太久，担心改不了这毛病，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使用电动牙刷。现在市面上的电动牙刷多数内建2分钟计时功能，到点自动停机，让你想多刷都不行。有些还有压力感应装置，侦测到你压太用力就会提醒，让聪明的小机器来帮你控制时间和力度，反而更安全。很多长辈换用电动牙刷后，牙龈出血、牙齿敏感等问题明显改善，就是因为刷牙不再过度了。另外别忘了，牙刷本身也要定期更换，刷毛用久了会变形卷曲，清洁效率直线下降，还容易滋生细菌。一般建议牙刷使用约2到3个月就该换一支新的。如果中途得过感冒或口腔感染，病愈后也务必立即更换牙刷，以免刷毛上残留的病菌再次进入口腔。挑选牙刷时要注意选软毛的。所谓软毛，一般指刷毛直径不超过 0.18 毫米。那种刷起来特别硬挺的牙刷对退缩中的牙龈很不友好，尽量别用。陷阱是，牙膏泡沫越多，牙齿就刷得越干净。刷牙时满嘴泡沫，给人的感觉似乎特别清洁
带劲。不少人偏爱泡沫丰富的牙膏，觉得刷得一嘴白泡泡才过瘾，好像泡沫越多，牙齿就越白越干净。殊不知，这个习惯在50岁以后可能变成隐患。牙膏里的泡沫主要来源于各种表面活性剂，最常见的一种成分叫 SLS， 学名12烷基硫酸钠，它是一种强力清洁剂，确实能产生丰富的泡沫。我们年轻的时候用含这种成分的牙膏问题不大，但年纪大了，这种高泡沫牙膏反而可能伤害口腔软组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SLS 这类活性剂不仅带走污垢，也带走了保护口腔黏膜的天然资质。很多中老年人口干舌燥的情况本来就比较明显，特别是一些有糖尿病、长期服用降血压药或抗忧郁药的朋友，本来唾液分泌就不足，口腔容易干燥，用上高泡沫牙膏，无异于雪上加霜，口腔会变得更干，黏膜保护层被破坏，时间一长，黏膜会变薄、脱屑，甚至反复长、溃疡、破洞。一些老人在刷牙后常觉得口腔刺痛、干涩、脱皮，其实很可能就是牙膏泡沫太刺激造成的。我有一个患者就是这样，他刷牙特别在意泡沫够不够，嘴里没刷出满满泡沫就觉得不对劲，还说有泡沫才有清洁感。结果短短几年下来，他的口腔黏膜经常溃烂不愈，变得极其脆弱敏感。后来我们替他检查，发现他其实患有轻微的干燥症，一种以口干、眼干为特征的免疫疾病。原本症状并不严重，却因为长期使用高泡沫牙膏刺激，加剧了口腔干燥，整个口腔环境被破坏失衡。我建议他立刻换用低泡、温和配方的牙膏，同时每天定时使用口腔保湿喷雾为口腔黏膜补水。几个月后再追踪，他嘴里溃疡发作的频率明显下降，黏膜状态改善许多。由此可见，过了50岁，选牙膏务必要趋于冷静，不要再迷信那些广告里夸大的泡沫效果。泡沫多并不等于更干净，有时候那只是心理满足感而已。对于中老年人，过多的泡沫反而可能意味着刺激和伤害。建议选择标示抗敏感或温和低泡的牙膏产品，这类牙膏起泡较少，成分相对温和，比如不含 SLS 或改用较温和的椰油酰胺、丙基甜菜碱等成分。虽然刷的时候没那么多泡泡，但清洁力并不差，反而更适合容易口干、黏膜脆弱的中老年人口腔。总之，50岁开外的人光靠沿袭早晚刷牙的老规矩已经不够用了，您得真正了解自己的牙齿和牙床如今的状态，采取适合现在年龄和情况的刷牙方式，别再像年轻时那样马马虎虎的刷。有些老人刷牙只是例行公事，草草了事，也不能像小年轻那样猛刷猛冲，把刷牙当成健身练力气，更别盲目追求刷到牙龈出血才算干净，那种错误的成就感。刷牙不是刷墙，牙齿也不是地板，清洁重点在于方法，而非蛮力。讲了这4大陷阱，其实良好的护牙习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，比如饭后不要立刻刷牙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如果刚吃完东西就刷牙，特别是在吃了很酸的食物后，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可能因酸变软，这时刷牙容易磨损牙齿表层。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清水彻底漱口，等待20-30分钟再刷牙。这点在喝完汽水、果汁或吃完水果、醋制食品后尤其重要。再比如牙缝的清洁，许多长辈饭后喜欢随手拿根牙签剔牙，但木质牙签又硬又尖，稍不注意就可能刺伤牙龈，引起发炎感染。建议改用牙线或冲牙器，又称水牙线，来清洁牙缝。每天睡前仔细清理齿缝中的食物残渣与牙菌斑，据统计可将邻面蛀牙的风险降低将近30%。牙线柔软不伤牙龈，清洁效果也比牙签好得多。要是觉得普通牙线不好操作，可以试试牙线棒，带手柄的牙线或电动冲牙器都更方便上手。千万别怕麻烦，牙线用起来也就几分钟，但对保护牙齿大有益处。另外，不少人热衷于刷舌苔来去除口气，但也别太用力过猛，建议使用柔软的舌苔刷或汤匙前端，轻轻将舌苔刮除即可。过度用力来回猛刷舌头，不但可能破坏味蕾细胞，
还容易刺激，引发恶心反射，适得其反。天天刷牙，适度清洁，舌苔固然好，但千万记住适度原则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都是希望大家明白一点，刷牙虽小，关乎重大，口腔健康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和生活品质。我们50岁以后的身体早已不再是一架零件完好的新机器，更像是一台服役多年的老钢琴，需要我们用心呵护，细心调音，偶尔还得更换磨损的琴弦。只要方法用对了，许多看似不可逆转的老化问题都能减缓甚至避免。反之，如果继续错误对待，我们的牙齿可能真的会提前报销。最后，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吧。牙科领域有个著名的8020目标，希望人人80岁时还有20颗自己的真牙。这听起来很美好，对不对？只要从现在开始调整习惯，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。除了正确刷牙，建议大家每半年或至少每1年定期造访牙医，做个口腔检查和洗牙保养。专业清洁能将刷牙漏掉的牙结石清除，预防牙周病恶化。良好的家庭护理结合定期的专业保养，才能真正让牙齿长命百岁。总而言之，预防永远胜于治疗。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，请好好爱护我们的牙齿，它们可是我们健康的守门员。一口好牙不仅让我们享受美食无顾忌，更能让晚年的生活品质大大提高。也别忘了把这些护牙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提醒父母长辈改掉那些沿袭多年的错误刷牙习惯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保持牙齿健康，笑口常开，朝着80岁还有20颗好牙的目标前进吧。